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同样是和林更新演夫妻，把刘亦菲和赵丽颖放一起看，差距一目了然。墨雨云间确实火，播的时候大家看得很入迷。可一旦玫瑰的故事一上线，马上大家都被吸引了过去，这剧简直是火得一塌糊涂啊！突然间，平地响起一声炸雷，迅速席卷了整个热度榜。现在的审美水平真是越来越差了，很少能看到像这样颜值爆表的剧了。刘亦菲演的这个黄一梅，简直美到爆炸，充满青春活力，好像永远都有使不完的劲儿，太让人喜欢了。那双黑亮的眼睛清澈的像水晶，一点也不浑浊，就算想装嫩少报点岁数，也完全看不出来，一点也不突兀。腰身丰满又有弹性，既滋润又不油腻，简直就是珠圆玉润这个词的最好写照。有很多优秀的人，并不是只有一个特别突出，而是大家都非常优秀，就像整个花园里的花都开得很漂亮一样。万茜就像短发界的霸主，美丽又帅气，是那种骨子里都透着美的女强人。她气质疏离清冷，一出场就能牢牢抓住观众的心。朱珠演的这个黄一梅的上司，真是个大美女啊！她穿着黑衣，涂着红唇，看起来特别自在，就是那种率性而为的感觉。她的魅力啊，真的是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了，太迷人了。看到黄一梅在爱情里迷了路，我真是急死了，不停地劝她，生怕她这么好的条件给糟蹋了。她平时那种威严霸气，一点儿都不容人小瞧，但跟我们这些朋友在一起时，她又特别真诚，像个小孩子一样热情。内娱的编剧们啊，现在都有点没辙了，直接拿上世纪80年代一书写的小说来用。故事结构都老掉牙了，就是那种4个男的都围着女主角转的老套路。有的观众比较保守，他们已经开始挑毛病了，说这个跟咱们传统的礼义廉耻信不太相符。很多人爱吹牛，但批评的人也挺多，他们给差评的理由其实都差不多。黄一梅长得确实很美，但这部剧的逻辑就是让人觉得只要长得美就能无视所有规矩。她在职场上无敌，生活中也啥都难不倒她，简直完美无缺。出了错都是别人的问题，还总拿那些不靠谱的男人来衬托她有多好。看得多了，就觉得这剧越来越不真实了。其实啊，很多东西都是别人想出来的，我们没必要完全按照他们的想法去活。就像黄一梅说的，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主张，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，这样才能真正的活出自己，不受封建规矩束缚。咱们就大胆去爱，觉得时间不够用了，就先好好享受爱情。常常初恋那种让人心花怒放的甜蜜，就算婚姻里有坎坷也不后悔，非得试试才知道结果。全力以赴，真心实意，但也能随时放手，不让自己陷得太深，就是要活得漂亮，活出自我。年轻不懂事那会儿，感情说来就来，就像一阵风似的，就那么遇上了彭冠英演的那个庄国栋。那个既聪明又有文化气质的高材生真招人喜欢，黄一梅悄悄地对他有了好感。他以为会有个热烈的恋情，可没想到他做事总是考虑得失，权衡利弊，让他失望至极，伤心地捶墙。也在这崩溃中，他学会了成长。彭冠英虽然长得挺帅，但感觉少了点让人心动的魅力。他和刘亦菲站一起，就是没啥情侣感，那种让人想磕的 CP 感一点也没有。哪怕吻戏演得再深情，观众也看不太进去，都想直接快进了。庄国栋领完盒饭走人啦，终于轮到方协文登场了。这个角色是林更新演的。他首次亮相时，头发是那种盖碗式的，看着挺憨厚的，皮肤也紧致有弹性，整个透着一股少年的清新劲儿。黄一梅被一个直男搭讪，
但他直接拒绝了。就那一瞬间，他们眼神接触了一下，他的眼睛里好像就充满了爱意，那种温柔学长玩纯爱的感觉一下子就具体起来了。一心想要追到黄一梅，我定了明确的目标，用尽心思去讨好她，只要她开心，我愿意一切都按照她的意愿去做。原著中，方协文这个人吧，就是看着挺普通的，还有点邋里邋遢的。他能娶到那么美的媳妇，完全是靠运气，简直就是捡了个大便宜。剧里面林更新那帅气的脸蛋，真的让这份爱情显得好真实啊！男帅女美，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他们俩蜻蜓点水般的前吻，看得人心里都甜滋滋的，太唯美太浪漫了，简直就像在看偶像剧一样。黄一梅说要结婚的时候，他一下子愣住了，眉头轻轻皱起，眼睛里还闪着泪光，好像被雷劈中了一样，半天都说不出话来。得到太容易，就不懂得珍惜，这段感情最后都被生活的琐碎小事给消磨掉了。有了婚姻的保障，就无所畏惧，心里那股想掌控一切的欲望怎么也藏不住了。黄一梅现在做个指甲都觉得好奢侈啊，每天都是冷冰冰的，被各种谴责和打压，摊上个强势的婆婆，整天对她吆五喝六的。而她老公呢，简直就是个怂包。黄一梅在产房里疼得嘶吼，她就在旁边看着，啥也不干。这角色人设简直烂透了，被观众骂也是正常。好在之前的口碑还不错，观众对神君行止的印象够好，能帮他抵挡一波差评。林更新真是聪明绝顶，提前就给自己打好底，就怕出啥岔子。他说啊，自己可是个善良温柔、善解人意的人。说到底，还是得靠演技，这演技真是没谁了，太牛了。虽然都是和林更新演情侣，但把刘亦菲和赵丽颖放一块比，感觉还真有点不一样。身高差真的是打造 CP 感的绝佳武器。林更新高大挺拔，看起来又结实又有力量，仿佛能让人感受到他的霸气和占有欲。而赵丽颖站在他旁边，显得特别娇小，仿佛一张纸那么薄，可以轻松地缩进他的怀里，显得特别小鸟依人。这样的组合真是让人看了就心动不已啊！宠溺的摸头，甜蜜的掐腰搂肩，两人随时随地都在撒狗粮，一靠近就充满了浓浓的爱意氛围。林更新前妻脸有点肿，在滤镜下看着有点奇怪。那些爱八卦的人到处嚷嚷，把中年古偶这个过时的话题吵来吵去，结果大家都没啥兴趣。故事最后，他恢复了状态，整个人仿佛被神圣的光芒笼罩，显得特别高大威武。石头噼里啪啦往下掉，他却一点也不慌，好像天塌下来都跟他没关系似的。他一回头，那眼神好像能把天都看穿，吓得那些妖魔鬼怪都不敢靠近。他就像庙里的菩萨，既能看透众生，又能保佑大家。那些原本对他冷嘲热讽的观众，现在也都默默地把坏话收回去了。这剧情只是稍微加了点料，每一帧都甜得让人心里暖暖的，简直是糖度爆表啊！这种没明说的暧昧关系真是让人受不了。他明明想保持距离，却又忍不住靠近他，他心里也翻江倒海，但表面上还是装得若无其事。两个人都在试探对方，看得人真是心里痒痒，又着急又难受。他们俩终于确定了关系，还因为孩子结婚啦，感情好得不得了，每天都像热恋中的小情侣一样，怎么看都不像是装出来的。他藏起来，他就去追，看起来很放松。平时性格火爆、很坚强的沈黎也变得温柔，又有点撒娇，感觉像是在借着拍戏的机会，大胆地展现自己的真实情感。这种真假难辨的场景，我只在《知否》这部剧里看到过。那时候赵和冯两人正在谈恋爱，难怪大家看得那么入迷，都想让他们在一起。不结婚的话，
感觉这故事都收不了尾了。CP 粉的眼光总是那么独到，我不喜欢那种硬凑的 CP， 觉得他们一点也不般配，根本擦不出火花。而那些满屏都是工业糖精的剧，我更是看不下去。但林更新和赵丽颖就不一样，他们在戏里演得特别深情，戏外看起来也特别甜，真是让人莫名的喜欢。合体营业很常见，大家聊起来都很随意，没什么忌讳的。赵在旁边毫不吝啬的夸赞，林听了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，简直像个傻大个。虽然他年纪不小了，但心里藏不住事，喜怒哀乐全都写在脸上，要么偷偷高兴，要么偷偷伤心，就像个不懂事的小男孩一样，直来直去，纯真的很。说实话，林更新的那种好运，真不是随便谁都能碰上的。前面和赵丽颖看起来像对神仙眷侣，后面又和刘亦菲演的像对真夫妻。连他自己都笑着说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，你最看好他和谁在一起呀？